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一直以來都在被人跟蹤，許凱及時趕到出手相救。在流量與光環交織的娛樂工業背後，明星的日常生活往往被包裝成被羨慕的人生模板。然而，2026年初曝光的一起跟蹤事件，卻以近乎殘酷的方式提醒公眾，名氣並非只意味着掌聲，也可能意味着危險。日前，多家娛樂賬號披露，演員譚松韻與其非公眾人物的妹妹，在北京深夜外出用餐後，遭遇不明人士長期尾隨。事件本身已足夠令人不安，而隨後曝光的一系列細節，更是讓這起事件從粉絲越界升級為持續性、有預謀的跟蹤行為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在這場危機中，第一時間趕到現場並完成全流程保護的，並非經紀公司或官方安保，而是譚松韻的合作演員許凱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事件發生在北京小楊區一帶。當天深夜，譚松韻與妹妹結束私人聚餐後步行離開餐廳，起初並未察覺異常，直到行走約3條街區後，兩人發現身後始終有一名身着深色服裝、刻意保持距離的男子。他們嘗試改變行走路線，進入公共區域，甚至短暫停留，但該名男子始終保持視覺接觸，節奏與方向幾乎完全同步。這一細節在事後被多位安保專家指出，是典型的跟蹤行為特徵，並非普通路人或偶然同路。在確認無法甩脫對方後，譚松韻做出了一個後來被反覆討論的決定，她並未第一時間報警，而是聯繫了許凱。這一選擇在網絡上引發了大量爭議，有人質疑為何不走官方流程，也有人將關注點引向兩人私下關係，但業內人士給出的解釋卻相對冷靜而現實。一方面，明星報警往往意味着高度曝光，容易引發圍觀與輿論失控；另一方面，在模糊但緊急的情況下，警方到場需要時間，而當事人更需要立刻可執行的保護。據悉，許凱此前曾明確表示，如遇到安全問題可以隨時聯繫他。在接到電話約15分鐘後，許凱帶着2名專業私人保鏢抵達現場。多位目擊者稱，他到達後迅速判斷環境，並主動站位在譚松韻姐妹與疑似跟蹤者之間。保鏢隨即建立臨時保護範圍，並試圖鎖定尾隨者位置。該名男子在看到安保人員後，並未立刻徹底離開，而是退至暗處繼續停留。這一反應被認為異常且危險。隨後調取的周邊監控畫面顯示，該名男子在譚松韻離開餐廳前，已在附近徘徊等待超過1小時。真正令事件性質發生變化的是警方後續調查的結果。監控顯示，同一名男子在過去2周內至少4次出現在與譚松韻行程高度相關的地點，包括劇組拍攝現場外圍、他常去的餐廳附近、經紀公司辦公樓周邊、一場公開活動的外圍區域。在每一次出現中，該男子均未接觸本人，而是長時間保持觀察距離。這種持續性監控式跟蹤被警方認定為具有明顯的預謀與危險傾向。在確認現場暫時安全後，許凱堅持由保鏢全程護送2人回家，途中並未選擇直線行駛，而是採用多次變向、臨時停車確認的反跟蹤路線。原本15分鐘的路程被拉長至近40分鐘。知情人士稱，譚松韻情緒明顯失控，妹妹多次落淚。許凱則全程與保鏢保持溝通，確認未被2次尾隨。與此同時，譚松韻嘗試聯繫經紀公司，但得到的反饋較為遲緩，這一點事後在業內引發了不小爭議。抵達住所後，許凱並未選擇離開，
而是要求保鏢對整套住宅進行全面安全排查，包括門窗、通道、公共區域及安防系統。整個排查過程持續約30分鐘，在確認不存在異常後，他才離開現場。這一舉動被多名安保從業者評價為標準高危事件處理流程，同時也引發了公眾對明星個人安全保障現狀的反思。事件曝光後，輿論並未只停留在徐凱是否過於貼心這一層面，更多聲音開始質疑：為什麼藝人遇到明確威脅時，第一響應不是公司？娛樂公司是否低估了跟蹤私生行為的升級風險？明星是否正在被迫建立私人安全體系來彌補制度缺口？業內觀察人士指出，目前許多公司仍將安保視為行程附屬品，而非系統工程。這在信息高度透明、行程易被追蹤的當下，已明顯不合時宜。網友評論：爭議、清醒與警惕並存。事件在網絡發酵後，評論區呈現出高度分化但理性的討論氛圍，支持與肯定的聲音。這不是偶像劇，這是成年人對風險的正確處理。雙引號，不管關係如何，徐凱的反應專業又克制，值得肯定。雙引號，終於有人正視明星也是潛在受害者這件事。雙引號，理性警惕的聲音。別把重點放在他有多好，更該問制度為什麼缺位。雙引號，今天是譚松韻，明天可能是任何一個女藝人。雙引號，反思粉圈文化的聲音，不是所有越界行為都能用喜歡來解釋。雙引號，持續跟蹤本身就是一種暴力。雙引號，長期以來，娛樂圈對私生行為的討論往往停留在道德層面，被簡化為過度喜歡、情緒失控。然而，譚松韻事件所呈現的行為模式，已明顯超越粉絲越界的範疇，進入具有明確危險性的跟蹤行為。安全專家指出，持續2週、跨多個地點的尾隨，本質上是一種行為型侵入。其危險性並不取決於是否發生直接接觸，而在於行為的持續性、計劃性和目標單一性。換言之，當某個人開始系統性的收集、驗證、跟蹤某位公眾人物的行程時，風險已經形成。這也是為什麼警方在事後將該事件定性為需要高度警惕的跟蹤案例，而非普通糾紛。在事件發酵過程中，一個被反覆提及卻同樣令人不安的問題浮出水面：該名跟蹤者為何能如此精準地掌握譚松韻的行程？業內人士分析，目前藝人的信息暴露路徑極其複雜，包括但不限於工作人員社交平台的無意洩露、粉圈內部的行程拼接與二次傳播、商業合作、拍攝地周邊的固定觀察、公開活動後的路線推測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即使藝人本人高度謹慎，也難以完全阻斷信息外流。這使得傳統貼身保鏢加行程安保的模式逐漸無法覆蓋潛在風險。輿論場中，關於徐凱的討論始終無法繞開一個話題：他的行為究竟是出於私人情感，還是職業判斷？但從安保專業角度來看，這個問題本身並不重要。真正值得關注的是，他所採取的一系列應對措施，恰恰符合高風險事件的標準流程：快速抵達，穩定當事人情緒，判斷威脅來源並建立隔離，反跟蹤路線與多點確認，入戶後完成環境排查。這些行為並非即興發揮，而更像是對行業風險的清醒認知。也正因如此，事件才反向凸顯出一個殘酷現實：當個人行為比機構反應更專業時，問題並不在個人。事件曝光後，關於譚松韻經紀公司反應遲緩的討論持續發酵。有從業者私下坦言，目前多數經紀公司對安全事件的預案仍停留在明確威脅後再啟動，
以不擴大輿情為優先，更側重公關而非風險評估。但跟蹤行為恰恰屬於前期模糊、後果極端的風險類型，一旦等到證據確鑿，往往已經錯過最佳干預窗口。這也解釋了為何越來越多一線藝人開始自建安保團隊，甚至繞開公司系統進行應急處理。在法律層面，跟蹤行為的界定與取證本就存在現實難度。相關法律人士指出，當前執法中常見的困境包括：行為未構成直接傷害，當事人未被正面接觸，證據分散，難以及時鎖定。然而，國際經驗表明，持續觀察、長時間尾隨、重複出現在固定生活場所，已足以構成危險行為信號。此次事件或將成為相關立法與執法實踐中的重要參考樣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與以往類似事件不同，此次輿論並未完全跑偏。在短暫的情感揣測後，主流討論迅速轉向更嚴肅的話題：明星是否被過度暴露？粉圈是否需要明確邊界？行業是否低估了女性藝人的風險處境？不少網友直言，如果這都能被浪漫化，那才是真正的危險。雙引號，這種轉向，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公眾安全意識的成熟。綜合來看，譚松韻被跟蹤事件至少拋出了3個無法回避的問題：安全是否應成為藝人工作的基礎配置，而非附加選項？經紀公司是否有能力應對新型風險，而非僅處理輿情後果？公眾是否願意承認某些喜歡本身就是侵害？如果這些問題無法被正視，那麼類似事件只會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。結語：這不是八卦，是警報。這起事件之所以值得被反覆討論，並非因為它涉及哪位明星，而是它揭示了一種正在擴大的現實風險。當行程可被追蹤，信息可被拼湊，邊界被不斷試探時，任何忽視安全的僥倖都可能付出沉重代價。譚松韻的遭遇不是個例，許凱的應對也不該只是個人一舉。真正需要被建立的是一個不再讓藝人孤立面對危險的系統。娛樂不該以恐懼為代價，而安全從來不該靠運氣。